2月22号，乌克兰国防部宣布，乌军在1周之内击落了7架俄战机，这也是自去年以来俄空天军损失最惨重的时期。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呢，究竟是俄罗斯空天军太拉胯，还是乌克兰防空部队太强大？今天大兵就和各位聊聊这个问题。早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呢，英国情报部门就指出了，空军力量将是俄罗斯在与乌克兰开战后的最大优势。在2022年，俄罗斯空天军拥有1511架战斗机和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参加过叙利亚、格鲁吉亚和车臣战争。作为对比，乌克兰仅有98架战机，并且缺少作战经验。当时的媒体普遍认为，一旦战争爆发，俄罗斯空天军将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就像当年海湾战争一样，俄罗斯将会直接利用空军把乌克兰空中力量炸毁在跑道上，完全摧毁乌军防空体系，夺取制空权，从而能让俄陆军放心地进行大纵深穿插，直取基辅，并获得战争的胜利。然而现实告诉我们，俄罗斯的空天军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在俄乌战争开始的第2天，就有俄战机被击落的消息传出了。直到如今，俄乌战争2周年，俄罗斯似乎从未拿下制空权，反倒是乌克兰空军的战机依旧能够自由地在乌克兰的领空上飞翔。而在这之后呢，俄罗斯空军就陷入了长时间的静默。除了乌克兰国防部时不时发布新的战绩，我们就很难再听到俄罗斯空天军在乌克兰取得的成果。英国国防智库指出，乌克兰军队和平民能够看到他们自己的飞行员继续在主要城市上空飞行，对于整个国家的士气都是一种极大的鼓舞。这会让乌克兰更加团结，并有信心对抗强大的敌人。士气并不是乌克兰从俄罗斯空军那里获得的唯一好处。在失去空军支援后，俄罗斯地面部队的作战变得举步维艰。至于之前俄罗斯空军为什么不露面，网上分析是众说纷纭，但总结下来呢，无非是以下几点。冷战时期，苏联军队的战略方针呢，将陆军放在了绝对重要的位置，以对峙北约集团。一旦欧洲有变，苏联的钢铁洪流就能一路从华沙退到巴黎，而海军和空军仅仅是作为陆军的辅助。对于苏联空军来说，战机对夺取空中优势的需求要远远高于对地支援。而这一弊病呢，继续延续到了俄罗斯空天军上，导致其战术和战机设计理念严重落后于时代。以俄罗斯最近被击落的苏34为例，它在座舱外加装了厚达17毫米的钛合金装甲，驾驶员被包裹在钛合金浴缸之中，同时钢化座舱玻璃足以抵挡高射机枪和空爆破片的攻击。在叙利亚战争中，就有苏34机翼布满弹孔，但仍能够正常飞行的案例。然而时过境迁，在2022年的俄乌战争中，北约援助的防空武器为俄空天军得到了血的教训。由于缺乏隐身能力，乌克兰防空部队的爱国者导弹在数十公里外就能发现苏34的踪迹。虽然俄系战机呢是以机动性著称，但你机动性再好也比不过防空导弹呢。缺乏在现代战争中的生存能力，让俄罗斯战机逐渐淡出了俄乌战场。然而仅仅是缺乏生存能力并不是俄罗斯空天军最致命的问题。在缺乏攻击能力的同时，俄罗斯战机还缺乏对地攻击的能力。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一个相对陌生的词语就屡次出现在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报上，那就是铁炸弹。有的观众会疑惑，啥是铁炸弹？难道是用铁皮做的炸弹？铁炸弹其实就是重力炸弹的代言词，也是最原始最古老的航空炸弹。它没有任何制导装置，从飞机中投出后仅依靠惯性飞向目标，至于精准度只能用听天由命来形容了，主打的就是一手随机。早在越战时期，美国就淘汰了这类炸弹，更换为了采用激光制导的宝石路炸弹。但是俄罗斯军队由于体制僵化，加上缺乏对地支援项目的重视，在精确制导炸弹的研发制造领域一直落后于时代。而在俄乌战争中，精确制导炸弹的匮乏让俄空天军的打击效率极低。如果使用便宜的铁炸弹，精度难以保障；如果使用滑翔炸弹，不仅成本极高，俄战机的挂载数量也有限。
这意味着俄战机想要达成预定的空袭效果，需要在战区往返更多架次，承担更大的风险。不仅如此，俄罗斯战机还缺乏在夜间执行作战的能力。俄战机的红外夜视系统一直集成在机身上，这让其性能大打折扣。虽然在冷战时期，仅依靠集成化的红外夜视系统就足以满足攻击机的战斗需求，但在现代战争中，作战距离不断延长，俄罗斯的集成化夜视系统开始表现出乏力的一面。除了战斗机性能不足，还有一些因素在不断拉低俄罗斯战机的生还率。今年1月17号，俄罗斯空天军所属的一架 A-50空中预警机和一架伊尔 22M 空中指挥机在亚速海上空被击落。事情传出后呢，虽然乌克兰方面快速地声称2架飞机是被他们打下来的，不过根据实际表现来看，这2架飞机多半是由俄罗斯防空部队自己打下来的。该事件呢，也成为了俄乌战争开始后最严重的乌龙事件。当然，俄罗斯防空部队的乌龙事件是远远不止这一次。去年12月17号，俄罗斯防空部队打下来了一架自己的苏25。去年9月28号，一架苏35在扎波罗热地区被击落，但乌克兰否认击落了这架战机，也就是说，这又是一次乌龙事件。根据美国媒体《新闻周刊》的报道，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之后呢，有1/5的俄罗斯战机都是被自己人打下来的。这些证据都在表明，俄罗斯空天军和地面防空部队之间的敌我识别系统存在巨大的问题。此外呢，俄罗斯在空中情报侦察方面也和水里的月亮一样，看得见摸不着。看过大兵之前那期解析英美联合空袭胡塞武装的朋友，或许还记得，在作为空袭主力的 FA-18升空前，美军接连起飞了一架 E-2C 鹰眼空中预警机，一架波音 P-8 波塞冬，2架 R-135空中侦察机，以及数架 EA-18G 电子战战机。之所以要如此麻烦，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证所有空中单位的安全。结果显而易见，以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基本不可能击落美军战机。和胡塞武装相比，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显然是更胜一筹的。毕竟乌军除了拥有俄系的山毛榉和 S-300防空系统，还有北约援助的爱国者和 IRIS-T 防空导弹。面对强大的对手，俄罗斯空天军在出动战机时，居然从来不出动空中预警机或者电子战战机，让没有隐身能力的俄空天军在乌克兰防空雷达的眼里裸奔。有的观众或许疑惑是不是俄罗斯没有这些支援机，所以只能让战斗机单干呢？这里大兵引用维基百科的资料，截止到2023年12月，俄罗斯空天军拥有9架 A-50空中预警机、4架伊尔-80、17架伊尔-22空中指挥机、18架电子侦察机。可以看出俄罗斯虽然缺乏空中支援力量，但并不是没有既然有，莫斯科为什么不在俄乌战争中使用呢？是觉得乌克兰打不下来自己的战机，还是觉得俄战机太多，和北约防空导弹1换1是赚钱的买卖？或者是连他们自己都认为，就算上了支援机，也无法保护己方战机？无论哪种情况，俄罗斯的操作都让大兵无法理解，只能用抽象来形容。除了这些客观因素，俄罗斯飞行员的素质也是参差不齐。也许是由于在俄乌战争初期大量俄飞行员的阵亡，2023年俄罗斯空军因自身失误造成的坠机事件屡见不鲜。比如说去年12月，一架苏25就因为天降大雾导致俄飞行员找不到北，最终失去了控制。10月份，一架米格31起飞失误并坠毁在跑道尽头，副驾驶成功跳伞逃生，而主驾驶死亡。或许也是认识到了俄空天军当前的不足，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呢，俄军战机出动的频次是大大的减少了，对前线部队的支援主要是由无人机完成。但随着俄罗斯大选临近，普京迫切的需要一场胜利来提升自己在国内民众和东乌亲俄势力中的声望，这就促成了俄军的春季攻势。在春季攻势发起前，俄军扩大了军队规模，不仅将东乌亲俄武装收编，还扩大了雇佣兵规模。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今年1月份，俄罗斯合同兵的数量达到了50万人，总兵力将近120万人。同时，静默已久的俄空天军开始大规模出动，以配合地面部队的进攻。
不过这次他们准备得更加充分了，不会再以身犯险地飞到乌克兰阵地头顶去扔铁炸弹了，而是改为在乌防空部队射程外远程投掷滑翔炸弹。2月17号，俄罗斯军队在1天之内向阿夫迪夫卡方向发射了60枚 KAB 滑翔炸弹。而前线的乌军士兵表示，最近几天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阵地上发射了数百枚的航空炸弹。俄罗斯军事博主普遍认为，这些航空炸弹是俄军攻占阿夫迪夫卡的关键因素。而在这段时间呢，乌克兰防空部队并没有进行有效的反击，这让俄空天军认为北约援助的防空导弹已经被无人机消耗殆尽了。于是俄罗斯空军一改之前猥琐的打法，开始在整条俄乌战线上大规模的出现，想要在库皮扬斯克和顿涅斯克复制阿瓦迪夫卡的成功。但是俄军没有想到虽然阿夫迪夫卡方向乌军缺少防空力量，但这并不代表着所有方向的乌军都是如此。结果就导致乌克兰防空部队1周之内在多个方向击落了7架俄罗斯战机，其中呢以苏34居多。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乌克兰军队目前缺乏弹药，但依旧能对毫无自保能力的俄空天军形成有力的威胁。而俄空天军则必须配合地面行动，在土地解冻之前扩大战果。虽然风险极大，但凭借数量优势，其破坏力依旧不可小觑。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